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張嘉玲議員、藍軒小姐、王鴻薇委員、江宜楨議員、唐湘龍先生。荷姆茲又打了5天了，美軍呢用空襲伊朗的地獄火，用地獄火空襲轟塌他的油輪，不過這油輪是空的，是試驗嘗試看我上面不載油，看能不能突破封鎖啊。美國現在海軍、空軍雙管齊下，那24小時內日夜雙重突襲，所以以前很少這樣幹啊。所以呢，這個用戰機來打油輪啊，讓油輪不能夠這個出荷姆茲海峽啊。那川普說，伊朗不低頭的話，我下禮拜把他電廠也給他炸了，讓你沒電可用啊。除了沒油也沒電，那要奪你的島，炸你這個發展這個核武的山，然後擴大空襲哦。而且我不排除出兵，我現在中東有5萬個軍隊在那邊準備，隨時要出兵啊。那另外呢，但是美國副總統范斯說，單靠武力是贏不了戰爭的啊，所以主要是以色列要戰爭無限期的進行下去，所以就罵以色列，不敢罵川普啊。那另外呢，這個伊朗前外長說，我們去找一個美軍基地去攻擊他，然後只要綁架100個美國人當人質，美國就怕了。知道就蠻厲害，說你真的集中綁架100個啊，不要綁架100個，綁架個20個，美國都受不了哈。那伊朗呢，現在除了荷姆茲海峽以外呢，還可能這個鼓動也門的青年運動去封鎖這個紅海。這下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兩邊都有出口哈，所以這樣的話呢，油價可能飆到每桶200美元，雙線夾殺哦。除了荷姆茲海峽，還有紅海。那另外呢，原來全世界因為這次打仗拿出4億桶的油，儲備油啦、商業儲油啦等等，所以現在4億桶已經用了3億桶了，馬上就用完了。如果再緊急這個封鎖這些港口的話呢，所以很難，所以月底呢儲油就沒有了啊，所以到時候很難去救了哈。那全球經濟這個會岌岌可危，這是國際能源總署，所以之前有講說，到底伊朗先垮還是全世界的經濟先垮？我們看一下。伊朗再秀飛彈齊飛，報復美國攻擊，還派出見證者自殺式無人機打美國中東盟友。科威特港口城市的倉庫因此爆炸起火。伊朗還稱，美軍在科威特的後勤中心也遇襲，還拿出衛星影像，宣稱位在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無人機指揮中心也被炸毀。We hear as well from the Revolutionary Guard claiming that fuel storage facilities used by the U.S. Navy 5th Fleet have been targeted. We don't have confirmation or denial from the U.S. side at this point, but we know that they have been under fire in the early hours of Wednesday morning. 美伊連續第5天交戰，美軍更是1天內連2波空襲，鎖定軍事設備與戰略要港，像是查巴哈港。查巴哈港附近的民眾目擊港口塔台被炸爛，冒起黑煙，還能聽見美軍戰機呼嘯而過的聲音。同時，美軍在重啟海上封鎖後，首度對一艘想硬闖伊朗港口的油輪開火，直接癱瘓航行能力。Well, I think it seems to me that Iranian leaders might be overplaying their hand. I think they feel empowered. They feel emboldened. They feel that somehow they have forced President Trump down. 川普已經放話，對重回談判不設 deadline， 威脅伊朗最好老實一點，否則下周開轟電廠與橋樑。鴻薇，這個本來就是大家認為一度露出和平曙光，應該是停火曙光的這個美伊戰爭，那現在看起來好像又回到原點，又開始打來打去，轟來轟去。那當然，我覺得在這一次，川普可以說是捉襟見肘而且我想美國的媒體也好，或美國內部的輿論也好，真的是把川普看得更小了一些。那到目前為止，也就是說，你要打嗎？也打不下去因為川普事實上也很希望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但是呢，你要去做這個停火協議，要談你也談不下去，那你變成說也受制於對方。現在伊朗呢，那姿態都非常高比如說他們這樣做着做着，他們就突然站起來就走人了那美國也無計可施。好啊，
那你現在又本來講說好，那我要去收費，哈，就荷姆斯海峽收費。那結果大家說，哎呦，這個茲事體大，而且呢，你突然說我要收20%，大家都嚇到了，收20%，搞不好跟現在封鎖的這個成本是差不多的，哈，所以你收費也收不下去，所以可以說是一事無成，而且呢，現在就好像一個美伊戰爭哦，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除了美伊戰爭到現在沒完沒了之外。那最近啊，就是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現在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間又開始大家互相開火啊。本來他們也是一度啊停火，那所以也就是说，使得中東這個全世界最重要的產油地區變得更加的不穩定。那剛才講說，那對於全世界的經濟到底影響是什麼？對美國來講，美國因為最近公布了它最新的6月份的 CPI 的數字，也就是它消費者物價指數啊，沒想到降下來了啊，降到3.5%。那其中它為什麼會降呢？就是因為他們油價是受到美伊來和平協議，所以呢整個的油價下降，變得比較穩定。光是他們油價，美國光是油價的部分呢，它就降了將近10%，所以使得它整體的 CPI 降下來了。可是問題是現在又打起來，就是本來大家一度會認為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它的通膨可以受到控制，然後呢，或許呢這個 Fed 也許也不要再升息了，但現在看起來都變成變數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通膨的數字，然後美國會不會升息，都會影響股市啊，影響美國股市，當然是影響全球的市场啊。最近做這個股票的人就會發現，不像今年上半年那麼好做，蒙着頭都可以做。現在全世界，包括韓國也跌得一塌糊塗，所以全世界確實是跟着聯動的。那到底要如何收拾這場殘局？那川普變來變去，我們不知道。那只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川普的能力恐怕沒有辦法完全穩定現在的局面。那一真。我們看到呢，這個中東最重要的產油地區，因為這樣子戰爭的不斷，就非常非常的不穩定吼。像今天早上呢，我們新北市因為侯市長到了這個三峽跟鶯歌，我們這個捷運3一線通車，那有非常多的這個地方建設正在進行吼。在新北市甚至是這個捷運7線齊發，就正在蓋的一個情況。但是因為這樣子國際局勢，然後這個油價的一個波動，所以非常多的這個重大建設就會受到這樣子這個影響。那你看到呢，這個包含像川普總統，他其實政策就真的是反反复复，那一下說我們好像要停止了，這個戰爭要打完了，那一下又說沒有了，所以重大政策反复太多次，就像是放養的孩子一樣。那現在大家當然會認為說，現在美國到底是在主導局勢，還是真的是已經完全失去了方向？現在開戰已經到了20週，川普總統恐怕真的是所謂的騎虎難下，包含伊朗，包含俄烏，然後你看烏克蘭，然後中東，然後又要維持這個印太的嚇阻等等的。現在美國真的還是所謂的全球第一強權嘛？但如果真的還是全球第一強權，但是這不代表說你就可以負擔起整個全球這麼多條戰線，然後你的包含你全國的這個財政，包含你的政治的一些注意力，全部都被分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世界可以比較穩定一點。當然，回歸到我們自己，我們國家的情勢，也是希望我們的中央政府呢，既然這個國價油價的波動會影響到我們台灣非常多，你看不只是中央，地方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影響。我們的政府能不能夠因應這樣子的一個反覆，這樣的一個不穩定，拿出一套辦法，而不只是我們看到國內內政在燒，國際的局勢也在燒，中央政府只有束手無策。安全。我覺得目前呢，我們都知道這個川普等於是越來越呈現他的這個糗態疲態，但我覺得狀況跟過去不一樣的是，我覺得整個的狀況就是說，我們都知道他打談，但是呢打這個部分就有點像是吃藥要越下越重一樣，就他越打要越打越用力。過去的話呢，過去的幾個月裡面，他其實可能打個1-2天，然後呢就開始談了，打個1-2天呢就開始談了，然後談的時候呢，可能談完之後可以維持一個月的局面，然後呢再打個1-2天。現在的話呢是。最新的這一次的和平所謂的協議這個諒解備忘錄維持不到2個禮拜，然後呢之後就打了，然後這一次打得很兇，
這次的話呢，連續打5天，而且我看過去這段時間，這幾天裡面，美國是每一天都打，而且打的話呢，一下子打什麼幾十個目標，打個幾百個目標，是這樣的打的。先打完你沿海的這個軍事設施，讓你沒有辦法去攻擊呢這個相關經過荷姆茲海峽的商船，還打不夠哦，到最後還要打你這個內陸呢，還告訴你說我要打你這個現在的電廠，可能要打你的這個橋梁，然後呢還要打你的這個高山這個底下可能有一些這個什麼的濃縮鈾設施，就對於美國來說，現在已經尷尬到，我覺得他已經讓川普就覺得說，你現在就是你可以露出非常非常憤怒的，然後看來很強勢的这個架勢，但是你能夠嚇到別人的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像是川普像是一個吹了气的一個大的怪獸，但是呢一戳，就像消了風一樣的東西，就軟趴趴的。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國強權最尷尬的地方，就當你不斷的這個用軟的來硬的，那發現都沒有用。我覺得現在的川普真的是尷尬到說你要打你不能不打。坦白講，這次的伊朗也還蠻囂張的。伊朗就是說呢，你今天跟我談所謂的過去的講到核協議啦，講到這個黎南的狀況，都 OK。但你現在連原本的荷姆茲海峽，你就直接說你要去收費啊，所以呢。這個部分的話呢，等於是在和平協議裡面本來說定了就是這樣子了，但是呢，伊朗等於是他的說法是進一步的去過度詮釋了。那這部分會讓美國說，你連這個都不聽我的話了，那我當然要跟你拼了啊。那所以呢，我就會去教訓你。問題是，當伊朗做了那個對大家來說都覺得很過分的事情的時候，那美國就不得不去教訓，但不得不去教訓的話呢，又教訓沒用。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於川普來說目前最難堪的地方。那對於這個伊朗來說也是一樣，他後來看起來顯然的，他覺得他食髓知味，他覺得他踩到了這個美國這個痛腳，就是呢，我即便露出一個我就是要管荷姆茲海峽，你能夠拿我怎麼辦？就你也真的拿我沒辦法。所以他現在等於是進一步了。他說我不只是要管荷姆茲海峽，我讓我的這個胡塞組織我去管這個曼德海峽。所以這樣子的狀況底下，會讓整個荷姆茲海峽的情況，其實坦白說，越來越險峻，越來越難纏，就變成對於美國來說，你可能為了要去付出更多的讓荷姆茲海峽自由通行的代價，你可能得要去承諾更多的，比如說解除經濟制裁，可能要給他更多的一些重建基金，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資金的解凍等等等。那當然，這個都是後面的事情。現在眼前的事情是，那怎麼樣的可以坐上談判桌？我覺得對於川普來說，他話講得很白，我其實沒有要怎麼樣，我只要你坐回談判桌。那現在所有的目的、所有的動作都在逼你坐回談判桌。但現在伊朗就是我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可以就這樣做回去啊！你如果對我這樣不斷的又要制裁又要這個打的話，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僵持情況顯然的，以後打的時間會更長，談好的協議的時間會更短。我覺得這個部分看起來是顯然目前碰到這個局面。就算伊朗重回坐回談判桌又怎樣？又怎樣？現在談好的事情都可以不算數嘛？都彼此，伊朗說美國毀約，美國說伊朗毀約，就算做上重新做了，然後再簽一個什麼東西，也沒什麼用啊，所以看起來為什麼大家沒有什麼太大的信心，主要在這個地方。那真正關係還是油價了。你現在控制荷姆茲，你又控制這個紅海，那這還就很麻煩了。休息一下就回來。好，虽然汽車滿街跑，但機車愛騎機車人還是很多。而且早上你看那個這個光台北新北那個橋，那個汽車跟千軍馬一樣。你看那個各種加工出口區，哇，那個這個機車的數目非常大，方便啊。然後呢，這個又比較省油嘛。但是呢，大陸有一個叫張雪機車，說這個人沒受過什麼教育哦，這個從小愛玩機車。他現在做的機車說很好，懂的人說很好啊，而且他們想到台灣來。說進了一輛車呢，因為現在他沒有進口執照，不能夠開啊，就放在門口，大家參觀。一堆人去看，說他的重慶新廠同步擴展到50萬台這麼多啊。那另外的經濟部說不准，不可以這麼賣哦。大陸做的整車依法不得輸入，違規要罰2500萬，所以呢要撤資，不可以拿。他在這個今年的世界杯超級摩托車錦標賽。拿下賽季，等於拿了6次冠軍，所以蠻厲害的啊。所以他說要在台灣來展店。那另外呢，這個林俊憲民進黨委員說我們的警政海巡關務署，他們很多的這種差勤系統呢，用中國貨，
哦，什麼差勤系統呢？哦，我們看這個東西還蠻多，個人資料收集、處理、利用、資通系統採購，哦，甚至包括人臉、指紋設備，哦，等等等等，這個都跟了，就是說你差勤，你有沒有報到啊？有沒有上班？有沒有遲到啊？早退啊？等等，你都要有的按指紋的，有那種人臉嘛。這些說居然有這個2023年到現在。居然呢有許多的產品呢是大陸的，那這樣的話，這個個資不是被大陸收集去了嗎？所以用中國貼牌。那警政署說，現在我們已經全面停用了那另外呢，這個所以數發部將來又把這些東西啊變成所謂敏感性採購，敏感性只要跟人臉有關，跟指紋有關辨識到底有沒有來上班，有沒有遲到早退都不可以所以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就說了，台灣一直要推非紅供應鏈，就不要大陸東西，結果呢換來洋組織肆無忌憚的掠奪台灣，變成了美國啦或者西歐啊等等這些呢，這個來把台灣掌控了不准用大陸東西。我們看一下，我一整年裡面超過完整天休息的不超過5天，然後一天裡面除了睡覺吃飯，幾乎全是摩托車。大陸品牌張雪機車日前在2026超級摩托車錦標賽拿下本季第6座冠軍，引發全球車壇關注。創辦人張雪更是在日前訪談時喊話，最快2027年能夠進軍台灣市場。我們願意同廣大的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的好產品，我們也支持兩岸的企業雙向投資合作共贏。國台辦15號就表示支持，希望台灣民眾也能用到品質優良、價格實惠的好產品。不過經濟部也回應，現行中國大陸的機車整車依法不得輸入，就算是來台組裝，同樣違規。日前就有台灣團隊依規定合法申請張雪品牌的車輛外殼，不過他們也強調引擎及其他零組件是來自其他品牌。有車友就希望能夠拋開敏感議題，單純看機車本身。近年中國大陸的機車都在搶攻國外市場，其中電動機車和電動自行車出口更成長28%，有廠商生產計劃已經排到2個月後。不過經濟部就提到，現行法規大陸製機車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就算是涉及陸資來台投資，也得依法審查。若違規，最嚴重可以罰到2500萬元，並要求撤資。因此，能否開放，恐怕還得要有更多討論。另外發現部分政府機關買的人臉指紋打卡機，竟然是中國大陸產品，疑似被得標廠商貼牌。指出連說明書都有 U 盤、固件等大陸用語。設備製造商雖然登載為 Armatura， 但這家其實是中國商機的99.98%控股的子公司。你密碼外泄了可以塗改，可以更新；生物特徵外泄，那就是不得了，你們是終生的一個風險。擔心政府人員的生物個資和上下班時間等都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推算，恐成國安破口。但問題更傻眼的是，國內各政府機關對生物辨識設備的敏感性採購認定竟然標準不一。我們的這個差勤系統是屬於內部網絡，所以我們初步的盤點，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有危害資訊安全相關的一個情勢。警政署已經全面停止這個相關設備的一個使用。海巡署也回應，去年12月清查私安設備時，已經主動發現這差勤系統含中國廠牌產品，如今已經全部汰換，沒有和內部網絡連結。至於台廠到底是怎麼貼牌順利闖關，這部分還是一大問號。他們是說，警政署、海巡署、關務署、中油等等，過去10年有16件跟這個差勤有關的，都可能有大陸的這個成分在裡面。來，湘龍。林俊憲質詢的部分，我覺得那都只是抓匪諜邏輯的一部分。但張雪的機車值得談一談。那他現在在國際玩重機的人的眼中，他是神。那中國大陸在3年以前是沒有任何能夠抬上國際的重機的。國際的重機幾10年來就是日本的雅馬哈、杜卡迪。
大概呢就是這幾個日系跟歐系的品牌，所以像 WSBK 這種的世界級的重機的比賽，每一年就看到那幾家的車商，然後呢分成好幾隊，就互相比來比去，就那幾家。張雪今年進來，3缸引擎，它的 CC 數看起來呢比其他的杜卡迪、比雅馬哈都還低一點，但它3缸引擎跑到現在為止。他6個冠軍，剛結束的英國，他雖然呢後面名次後面一點，第9、第10，但到目前為止總排名還在呢第2名。因為幾十年這個領域裡面沒有其他的任何的挑戰者，那張雪機車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呢，所引發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好，當然台灣方面一樣那種抓匪諜的邏輯，你想張雪固然講了，國台辦。很笨的跟在後面幫張雪講話，你不是害死張雪嗎？你國台辦不講話，張雪搞不好偷偷摸摸還可以進來。你講了之後，國台辦講了之後呢就不會了。台灣的經濟部、台灣的民進黨、台灣的賴清德有可能嗎？不可能。可是台灣在面對到張雪機車呢這種呢，就是說突然間出現的神級產品，大陸是突然間跑出來嗎？对，剛剛的主持人提到，張雪沒念過啥書，他是湖南人。他住的地方比我父親他們小時候住的地方更窮、更苦。他就是個黑手，小學畢業之後呢，就是到了這種摩托車，就幫他修摩托車當黑手的，就是喜歡摩托車。他就認為呢，他一輩子要跟摩托車在一起，然後呢就開始做。到今天30幾歲而已，他能夠呢把自己的品牌呢搞到世界級，他不是偶然。大陸呢這種很年輕20、30歲已經呢站上世界之巔的，我覺得台灣應該想想，就是說越來越多。為什麼？好吧，那張雪的品牌，張雪家怎麼樣不管，我覺得台灣應該要看的不是經濟部要不要讓你進來，對，看了之後玩重機人會覺得哇，這個價格比杜卡迪、比雅馬哈那個大概1/3，然後呢這個呢性能比它好得多，而且是呢在台灣或者在全世界過去沒有遇到過的3缸，因為通常引擎呢都是對稱性的發展的，2缸、4缸、6缸、8缸，你看到的都是对称性，它3缸。那個技術基本上面就是獨門暗器，好吧？但是台灣有沒有想過，台灣的機車有多少？台灣的機車是台灣的年輕人的成年禮當中必備的一部分。1000萬輛，我1600左右，在登記的大概將近1500。換句話說，台灣呢，台灣每1000個人，每100個人大概有63輛的機車，那個密度世界第一，大概沒有問題。我們其實從小到大，男人不會騎機車就不叫男人。好吧，但是我們騎了一輩子，騎了幾代的男人，台灣有沒有一款像張雪一樣的機車？我們推出來的品牌呢，是我們自有的品牌。我告訴你，台灣到現在為止，不要說貼牌，你在技術上面，你在馬路上面你能看到的仍然是三陽、光陽、雅馬哈一樣。那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大的汽車市？在我們繼承這個就說呢，摩托車的市場，幾十年下來。我們仍然呢這麼簡單的依賴日本技術，沒有一個可以推出去出海的自己的品牌，為什麼？那人家為什麼可以？人家為什麼直接呢丟上去了之後，你過去笑中國大陸這不行那不行？電動車不用講，那基本上今天的這世界上面已經沒有什麼人在跟中國比電動車。但是就是連摩托車3缸摩托車都殺出來的時候，大家就傻了，因為玩重機的除了年輕人之外，基本上面呢都是某種的對於自己的興趣身份的帶有一點點的誇耀性的。因為重機也不便宜，所以呢，它帶有點炫耀性。那它出來了之後，它所引發的市場的想象呢是什麼？那中國大陸的摩托車有多少？中國大陸每100人只有7輛摩托車，它的密度非常低啊。你知道中國大陸從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它190個城市是禁限摩托車，要不然就禁止，要不然就是限制。它的政策是不歡迎摩托車的。
他不歡迎摩托車，結果呢，可以出一個張雪，可以出一個呢四川。張雪一到四川了之後呢，發現他所有沒有辦法完成的夢想，在那地方很快呢，所有的零組件的產業很快的就把他的這些機車弄出來了。再加上浙江看到了之後，好，錢就進來了。浙江的錢，四川的技術，張雪湖南人的熱情，就是你現在看到的今年第一次呢露臉的，就是說呢張雪機車。台灣不要光只是說啊這個是大陸的，我不要。沒有問題啦，就是因為你民進黨在執政，大陸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東西，你通通都不要。台灣人就委屈一點，買比較爛一點的，買繼續呢用你的三陽光陽雅馬哈。你只要用的喜歡就好了。但是我只說你要想想看，為什麼台灣100人裡面63輛機車，跟一個中國大陸裡面100人7輛機車，經過了幾十年之後，台灣仍然是台灣現在這個樣子，而大陸已經殺上了世界最頂尖的舞台。休息一下，回來。